谈古论今，谈传承，从女娲到救世主，一尊织女星人的地球传承。娲皇补天人传人，周公礼乐定邦淳。墨子兼爱行天下，东原丹溪是前身。子义流变同龄事，救世圣人已大成。知心出后。5位新地球的朋友们，你们好呀！欢迎来到知心出号的星座神拳 Life Report 系列第25集，我是播报员知心。今天是2024年2月6日，也是农历12月28日，再过3天就正式进入甲辰龙年。在进入今天的主题之前，先和大家唠嗑一下。今天对知心而言是个特别美好的日子，我今天感到深深的被疗愈了。之前有一段时间，我处在灵魂暗夜，事业和感情生活都不大顺利，那时心里是不大好受，有一种被世界遗弃的感觉。我知道自己从外星系来，有人说过是卯宿星，又有一次对黑与红特别有感觉。一位姐姐说，那是我住过的星球，是战斗型的星球。不管哪一个星球是我的来处，我知道自己都是从外星系来地球的。或许这是我心里经常有种孤寂的原因之一。又加上刚刚说的，之前的事业和情感不顺遂，所以早年间那种与人的格格不入感特别浓厚。我也曾经想融入大家，可是我发现我没办法，不是我不想，而是我努力之后还是没有办法。在疗愈勇敢做自己很难融入大麦町的史迪奇那集有稍微提到这件事，是一个比喻，就像一个坐在大麦町中的史迪奇，史迪奇就是史迪奇，就算把自己身上涂上斑点也还是史迪奇。所以之后我就不再特意要去融入什么群体，有时为了想完成的工作没办法参加朋友间的活动，就会被某些人认为不合群，但想完成的工作我还是想要完成。别人眼中的合群与否，我也没有办法管那么多。或许这就是阿德勒说的被讨厌的勇气。而这次旅行，我遇到一个人，和他互动几次都感到挺疗愈，尤其是今天的互动，让我感到以往内心里的空洞被填满了，感到这趟的旅行真的特别好。这趟旅行值了。其实我们都在宇宙间旅行、体验与学习，轮回转世也确实是有的。地球人至今还是有人不相信，事实上每个人都转世过，关于这个也没什么好争论的。在《夏永恒运行改朝换代的人生》这本书也有提及3个实例，分别是一个与佩特拉古城有关的转世案例，还有大陆湖南轮回村，以及火星男孩珀利斯卡，这些都是有关轮回的现代实例。对于不愿相信的人，也不强求。至于今天这集是相当珍贵的一集，因为我们终于知道中华文化里头神话传说的女娲来自哪个星系，并且还进一步认识到她之后的转世。因为救世主这次要与我们谈古论今，分享他在地球的转世过程。事不宜迟，我们立马来分享这则珍贵的讯息。2024年2月6日，救世主旺财的揭示。这个主题谈古论今，谈传承。我从织女星来地球转世。第一是女娲先帮地球补天。第二是周公旦兑现天下为公、世界大同的理念。第三是墨子理念兼爱非攻。接下来政治的环境已不好，改学医。金元4大家李东垣、朱丹溪都是我的转世，我来中华文化学习与贡献。我想说的是，您怎知您无私的传承不是在为自己的未来世铺路？至少我的经历证明，传承含著作是利益了今生的我。第一次看到风信子花开第2株，近年今也开出1小株，道场前的桂花盛开，好征兆。
药师佛居士林是众神尊造访的道场，之前曾示现给我看，由新宇宙神权执行长领军，众神尊分批次到访道场，在3楼向外行叩首礼，一下子连阳台都跪满，表达感恩药师佛居士林道场成就了众神尊，一连数十天，这是神尊的礼仪，有能力造访的神都有来。护持此药师佛居士林道场是入围神权的捷径，有缘人始能为之。场场的答谢审核参与的众神尊的功绩，新宇宙神权稳步向前。感恩救世主揭示实情，相信大家听闻这段珍贵的讯息，对于女娲娘娘灵世的演化应该有清晰的认识。我想这些讯息是超乎现今许多地球人的想象，能体会的人就请自行体会吧。就像对于我们这些已经认识到有灵魂灵体的人，是要我们去说服那些不相信的人什么呢？又像在全球首发救世主东方圣人现身这集，开头就和大家分享了一段话，在人们想看到的真实里，到底有多少是真正的真实？关于神话，大家难以考证，所以有相信的，有不相信的。当有一天有人分享实情真相之后，人们能接受吗？然而，不论人们相信或不相信，真相就是真相。所以，执行纯粹分享这些讯息。至于新地球的朋友们相信与否，我无权干涉。最后再和大家分享一段2023年11月13日救世主的揭示。处境在变化，加萨人民开始帮以色列，神权希望以色列军肃清地球的恐怖分子哈马斯，觉得陆续在兑现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我们坚持善良，个人、国家、地球、神权才能往好的方向走。虽然此路漫长，但却是最踏实的，至少维持尊严地走过此生。感恩救世主的揭示，过上有尊严的一生是重要的。执行也期许自己能坚持善良，也期许自己每一次转世都能坚持善良，都能过上有尊严的人生，以至于不用在转世之后，我也期许自己能坚持善良。祝福你们也能坚持善良。真心祝福五维新地球的朋友们，在新的一年里摆脱旧宇宙的旧思维，坚持朝善良的方向前行。祝福人间即净土在地球兑现成真。执行 Truck 2024年2月6日责任报道。